卡丽娘，你这是准备什么呢？卡丽娘，准备给你煮一个蘑菇浓汤。蘑菇浓汤。啊，今天就做简单点的吧。材料是蘑菇跟洋葱，然后我们会用到胡椒粉、盐和黄油。在煮的过程当中，我们用牛奶和水来煮，然后用辣辣最后添加一点点风味啊。卡丽娘，帮我洗一下蘑菇吧。好，我再切洋葱。关于需要多少食材，我今天是准备煮10人份的蘑菇浓汤。这样子的话，我用到的是800克的蘑菇，然后400克的洋葱。做这么多啊？我喝不了那么多的。给你喝1个星期呗。我们可以拿去跟旁边的邻居分享。蘑菇我们切片。大小没有关系，切蘑菇我们就是炒一下，让它炒出香味就可以了啊。因为最后我们都需要煮熟了之后要打成糊状的高汤嘛，这样子的话，形状啊、大小啊都不是很在意，就是看着切就好了。这也可以直接用泡芙机把它打碎了切。那你打成糊糊的，你怎么把它炒出香味呢？你如果破壁机里面可以加热的话，先把它。理论上你放点橄榄油，放烤箱里先烤出香味，整个放进去打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也不好打了。没试过，就是只不过问一下。还是切小一点吧，这样好打一点。那炒了也会碎，那个水分炒出来的也会小掉。因为我们今天的蘑菇特别大。在家里做吃的，我们就是随心所欲，啊，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对不对？啊，自己想怎么煮就怎么煮，想放多少东西就放多少东西，就是盐不要多放就好了。至少就做了。好，如果喜欢蘑菇的风味，我们同样可以泡一点干的蘑菇啊，或者加点别的蘑菇啊都行。干的蘑菇的味道会比跟新鲜的味道相比的话，它的那个香味会更浓一点，新鲜的浓一点。干的浓一点。干的浓一点。对啊，它是等于是浓缩了嘛。OK， 现在我们开始炒蘑菇和炒洋葱。在蘑菇里面可以加点胡椒粉，然后我们下入黄油，为什么要下入黄油啊？可以下其他的油。也可以下其他油的。如果不喜欢黄油的那股香味啊，那可以下其他植物油也可以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现在是要把那个蘑菇炸香，还有一个就是给汤汁增加润滑度。好，那就可以放其他的油。那就是前面炒蘑菇的时候多放点植物油就好了。因为黄油预热比较容易焦掉，所以说我们后面炒的差不多放前面的话就很容易糊底。
到香味了。闻到香味了，那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加入水，这需要煮多长时间啊？煮开就好了，因为蘑菇已经熟了。闻到香味就感觉熟了。先倒盐葱还是先加开始？都一样，现在这一步都是倒是没有关系的，盐葱早加晚加都一样。但是最好吃的话是加鸡汤，就是先煮一锅鸡汤，然后这个炒好的时候加入鸡汤，哇，那最。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买那种骨架过来熬鸡汤，再来做这个汤呢？对，鸡汤的话不要单单骨架，最好再放点鸡翅膀啊、鸡腿啊，就是让它就有一点胶原蛋白在里面，那样的汤会更顺滑。那样子就是可以有好吧？那我们改天煮一锅鸡汤起来呗，下次烧什么都可以放一点。那就更香。啊，对。这样冰箱小啊，冰箱大的话可以多煮一点，然后放进去。这里水跟牛奶的量是多少？我们就按你要给多少人喝，然后你按那个比例放进去就好。最后如果发现汤不够浓稠，我会再教你办法的。我们刚刚加了等于是1 L 的牛奶，然后1 L 的水。就牛奶的跟水的比例是1比1吗？哦，那这个都看个人爱好，不喜欢喝牛奶就水多加点，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牛奶多加点都没关系。那就是说，要是不喜欢喝牛奶，直接都加水可以。可以，直接用鸡汤熬会更好。那就是全部都是放鸡汤，其他牛奶不用放也可以。好，现在等它煮开。OK， 我们的汤煮开了。汤煮开，我们现在放盐。当然了，盐放多少也看个人口味，喜欢吃咸一点的，吃淡一点的。汤煮好之后，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都打碎。打碎有2种方法，一就是我们等汤稍微放凉一点，我们用这个破壁机，就是料理机去打哦。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偷懒的方法，就是用我们家庭这种小型的搅拌器、搅碎器啊，用这个打。OK， 我今天就用这打，这里也好清洗一点啊，比较方便。在家里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喝了。好，这就是蘑菇浓汤。先尝一下味道。OK，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汤喝起来更丝滑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奶油进去。那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喝，特别是宝宝他们喜欢，有一点点在餐馆里的感觉啊。那我们再做一点点，煎一点蘑菇搭配一下，煎或者炒都可以。下面这一步跟蘑菇汤的关系就不大了啊。我们只是稍微装拌一下，把家里冰箱找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蘑菇，把它都翻出来，稍微炒一下，来装拌盘子。